快递驿站能不能赚钱？在筹划赚钱路子探测器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看好这个选题了。不过当时因为要采访的朋友呢想闷声发大财，后来很多 UP 也讲了这个事情，说的也很全面，我也就作罢了。不过上周快递行业发生了2件让快递驿站创业者乃至整个行业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其一是极兔快递的恶性竞争被罚，其二呢是菜鸟驿站宣布在部分城市支持上门送货。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王。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国家提倡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时候，身边有非常多的同学去尝试创业，但大多数人研究的基本都是什么 O2O、二手平台、信息发布平台这种看起来高大上，但实际上模式很重、实现难度比较大的创业项目，最后基本上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真正赚到钱的那些都是选择接地气生意的创业者，比如我的一位学长，在2014年选择了在学校里做一个菜鸟驿站，到了2016年，我还沉浸在拿到 offer 喜悦的时候，人家已经在沈阳买车买房了。不过先给大家泼盆冷水，想在今天复制这哥们儿7年前的成功，基本不大可能了。那快递驿站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它又是如何赚钱的？大多数驿站最成熟的商业模式有3个：收件、寄件以及社区团购。当我们在网上下了一个订单之后，商家会选择一个快递公司，付了快递费后，快递公司将这个快递送到你所留下地址所属的片区快递手中。如果你留下的是你家的地址而不是单位的地址，快递员送货上门大概率家里是没有人的。虽然很多时候快递员会在跟你协商之后把快递放在门口或者是电表箱里，但一旦出现丢件，快递员这一天也就白给了。他俩放在那个位置，然后放在那丢了，你还得赔人家。所以呢，他会选择把快递放在快递驿站里。对于用户来说，快递驿站是不收他们寄存费用的，但快递员要付钱给快递驿站。至于付多少钱，每一个驿站是不一样的。这里给大家一个我调研过后的参考值。假如说一个快递员送一个快递能够赚到1块钱，他有可能分5毛钱给到快递驿站。快递驿站能收件，同时也能寄件，寄件的利润空间要比收件高上很多。每一个寄件订单，快递驿站大概能够赚到几块钱。然而每天的寄件订单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比如我采访的这个每天收件大概1000件的快递驿站，它每天寄件好的时候也就20多件。寄件订单的多少完全依赖这个小区每天大概有多少人网购，又有多少人退货。如果这个小区退货的人很少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寄件的单子的。10几片吧，好了20来片。到这里我们发现，那做快递驿站压根儿也不赚钱的，甚至地址万一要是没选好的话，那是又累又赔钱。表面上你是个老板，实际上你是一个给自己发工资的打工仔。所以一家赚钱的快递驿站逻辑绝对不是完全依赖快递业务本身来赚钱，他们利用的是流量逻辑。每家菜鸟驿站呢，平均每天大概能够收几百个件，一些人流密集的社区能够达到上千个快递件，这就意味着有数百的人流量会集中于此。这样的线下人流量是其他任何商铺都无法比拟的。所以利用这波流量，多数商家选择引入社区团购，还有站长选择直接卖米卖油做小超市。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快递驿站这门生意基本定型为一个勉强赚辛苦钱的小生意。而近年来呢，人们每提到快递驿站都是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因为快递驿站的存在，快递反倒不能送货上门了。而这种厌恶情绪呢，让一些小的赚辛苦钱的快递驿站最后连辛苦钱可能都赚不来了。那这件事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如今消费者在网络上购买大多数的商品，商家都是支持包邮的，快递成本由商家决定，商家自然要货比三家。那四通一达在服务上没有本质区别，为了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只能选择持续的去打价格战，恶性竞争。目前四通一达每个快递的快递费已经跌到了平均每件2块多左右了。而上周因为恶性竞争倾销被罚的这个极兔快递，更是把这个价格从已经很离谱的2块多搞到了8毛钱。观众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快递如果快递费只有8毛钱的话，你想想这一路它到底得经历多少事儿。快递费越来越便宜，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件好事，消费者享受着包邮的红利，商家又降低了运营成本，但实际上这里的羊毛完完全全出在了消费者的身上。为了降低快递费，快递公司不得不从快递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来控制成本，比如廉价的包装箱、廉价的运输，但影响最大的是他们降低了终端快递小哥们的收入。比如北京某小区的某快递员，把快递从快递网点送货上门到消费者手里，只能赚到几毛钱，一件一件送，1小时可能也就送个10几20件。对于小哥来说，这样赚的实在是太少了，并且跑一整天也送不完该送的快递。这时快递驿站出现了，如果小哥把1半的快递费都分给快递驿站，快递驿站就可以帮他代收快递，那么小哥就可以开着他的快递车从网点到快递驿站，一趟就能运来上百个快递，这样他就可以覆盖更大的区域，送更多的快递，赚更多的钱。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快递员越过用户，将快递直接放在了驿站，成为了行业里的一项潜规则。扭转这种尴尬局面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快递员
赚到更多的钱。但问题是，商家、快递公司都出不起这个钱，消费者这边倒是可以加个10几块钱，选择中高端的快递服务，比如顺丰。但实际上，顺丰在国内快递市场的市场份额也仅仅只有10%左右。不得不说，在价格面前，大家的身体都很诚实。那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淘宝拍拍菜鸟驿站的肩膀说：“这个钱我出了。”4月15日，菜鸟驿站官宣，北京、上海、杭州3城菜鸟驿站支持上门送货，用户可以在淘宝后台自主选择是否需要上门送货。在开放上门服务的城市里，根据几位我采访的驿站老板表示，淘宝会给每个驿站提供上门补贴，但补贴金额他们表示不能说，但可以接受。站长们既然说可以接受，那就间接的说明这项补贴的金额还是不错的。拿了补贴之后，驿站工作人员成为了最后100米的配送员，菜鸟也正式的将最后100米的分发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这个时候有人该纳闷了，为啥淘宝要出这个钱？另外淘宝出了，菜鸟干啥了？首先，物流是电商体验的最后一环。目前国内主要的解决方案有2种，一种是京东的模式，用户承担较高的快递费，送货上门；另一种呢是淘宝的包邮模式，但很难支撑快递送货上门。淘宝希望在物流体验上更进一步，所以最后100米的钱他出了。而最后100米呢，虽说不长，但却是物流服务中最复杂的一环。社区地形复杂，用户分散，即便淘宝把这个补贴给快递公司，快递公司出于盈利角度也是不愿意接的。他会跟老板谈，合适的他干，不合适他不干的。像快递公司减少那个支出了，然后快递费还是那么多，是吗？对啊，他快递费肯定要让。而菜鸟呢，把它接了下来，其实算是硬着头皮接了一个脏活累活。啊，张女士业务要带出去，他现在在送着呢。好，我一共3个件，务必要今天送，好吧？好嘞，好嘞，那3个件全部交给他了。快递最后100米的服务方式选择权重新回到了用户手里。只可惜啊，菜鸟可能被骂的时间太久，太压抑了。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过于兴奋，在社交媒体上他们说到，从今日起我们正式开启送货上门服务了。这样的表述反倒让消费者们不乐意了。这不就是你应该做的吗？快递行业本身在国内就并不透明，也并不被大众所了解，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快递平均每单只有2块钱的快递费，也很少有人能清楚快递公司和快递驿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在服务终端的菜鸟驿站一直都是被骂最惨的。如果菜鸟这次官宣能够换一种方式和态度，比如说明一下快递行业的现状以及解决送货上门问题的困难程度，最后对于过去没有与快递公司共同做到将选择权交给用户手上而进行诚挚的道歉，相信舆论可能是另一番不同的局面。菜鸟支持送货上门其实影响的不仅仅是用户，全国的菜鸟驿站加盟商其实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获利。其一是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所有线下菜鸟驿站的舆论危机。要知道有些地方的驿站因为送货上门的事情天天被投诉，代收快递的业务都很难维持了，就别说做其他生意了。其次是在人力成本较低的区域，菜鸟驿站除了代收、寄件以及卖货以外，又新增了第4种商业模式，就是最后100米的物流收入。回到赚钱路子探测器的正题，当菜鸟驿站逐步放开送货上门服务之后，做菜鸟驿站是门好生意吗？总的来说其实依旧很一般，即便多了一份补贴，但它依然摆脱不了主营业务赚辛苦钱，需要依赖附加业务来增加收入的状况。对于想赚大钱的小老板们来说，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的，因为靠快递驿站赚大钱需要付出的太多了。但对于那些单纯想给自己做事儿，手里点小钱儿，在低线城市呢想拥有一份稳定收入的人来说，开快递驿站不失为一种选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你的赚钱路的探测器小王，伙伴们，咱们下期再见。